林哥，救命！你嫂子要生了，羊水破了，120根本排不上，求救救救我们娘俩！要是去晚了，就是一尸两命啊！走。嫂子坚持住！我不行了！林哥，千恩万谢，回头我一定好好谢你。车废了，但也值了。林哥，母子平安，这是油钱和洗车费。都是邻居，这么见外干什么？不行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李强。谁知道这500块钱成了我噩梦的开始。下季度的市场占有率，我们有信心突破20%。你是林远吗？车牌号江 A6888 的车主，有人实名举报你非法营运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举报人王芳。我坐了他的黑车，雨太大打不到车，他就坐地起价，要了我500块。这是污蔑，这是赤裸裸的农夫与蛇。林先生，我们只看证据，事实清楚。根据相关规定，罚款3万元，扣留机动车15日，签字吧。3万，我拿什么去谈客户？去妇保院。哟，大恩人来了，怎么今儿个没开车去拉活啊？为什么？林远，你也别怪嫂子，实名举报有奖金，能奖2000呢。这肥水不流外人田，2000块够我家虎子1个月奶粉钱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为了2000块，我那天冒死救了你们的命，我车修了1万多，现在被罚了3万。王芳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那是你自愿的，我又没跪着求你送。你开那么好的奥迪，还在乎这3、5万？我们穷人家能省一点是一点，谁像你大老板这么阔气？你这是恩将仇报！少给我戴高帽子！你要是不贪那500块，能被罚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人开黑车勒索孕妇，还跑来威胁我们孤儿寡母了！连孕妇都可以黑心的货！你就让你老婆这么胡闹？林哥，家里都是芳芳做主。好，很好。大家快瞧瞧，爱的林远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平时装的大老板，雨夜里竟然敲诈邻居。天哪，看着林总人挺好的，怎么这么黑？以后离他远点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瞧瞧，这就是那个开黑车的小子他爸妈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呸！黑心钱挣得不烫手吗？老婆子，醒醒啊！舅，公司资金链断了，能不能借我5万周转一下？我车被扣了，大客户没建成。林远啊，不是舅不帮你，现在全小区都传遍了，你连孕妇的500块都坑，我这钱借给你，怕是肉包子打狗啊！王芳，你非要逼死我吗？冷静，林远，为了这种烂人赔上一辈子，
不值。林总，这表可是限量版，您真舍得卖？这价钱您可亏大了。拿走，只要现钱，利索点。命都快没了，还要这些面子干什么？王芳，这笔账我会记一辈子。今儿高兴，咱虎子满月，有心术府不正被罚了款，大快人心。哟，林大老板，罚款交齐了，车要回来了。大家伙儿可得遵纪守法，有些人开豪车心是黑的。当初黑钱的时候不是很能说吗？装什么清高，早晚遭报应，哑巴啦！报应，我等着。怎么了？这是吵着邻居睡觉了？林远，开门啊！虎子冲过去了，快送我们去医院！凌晨2点1刻，这个点打不到车吗？打不到，网约车排到几百位了，120根本进不得他去。林远，算大嫂求你，孩子要是烧坏了，可就一辈子毁了。哦，发烧了，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医生。现在根本打不到车啊！你开车送我们啊！你不是有车吗？大嫂，你忘性真大！我的车不是被你实名举报认定是非法营运的黑车吗？上次送你，我赔了3万，车还被扣了。这次我要是再送，你是不是准备直接把我送进大牢啊？这种机会你还是留给别人吧。林远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都是什么了，你还记仇？那都是上个月的老黄历了！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！大嫂，你也说了是人命，正因为重人命，我才更得遵纪守法。非法营运这4个字，我可是刻在骨子里了。现在全城停摆，救护车进不来，只有你有车，你不送就是见死不救，你这是杀人！大嫂，这大帽子我可戴不起。当初我顶着暴雨送你去医院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在执法大队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坐地起价的黑车司机。应该，所以我也应该承担那3万块的罚款，对吗？你个杀人犯！你要是现在不开门，虎子有个3长2短，我就死在你家门口！我让全小区大嫂，道德绑架这招对我已经没用了。你想死，监控开着呢，正好帮我挣个清白。你是自杀。上次是我凶手成变吗？是我鬼迷心窍，听了老娘们的话。林哥，你骂我打我都行，那500块钱我退你，那3万块罚单我想办法还你。你看看能救救孩子吧。李强，你当初硬往我兜里塞那5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。你说亲兄弟明算账，结果账算到了执法大队。是我猪狗不如，林哥，我那是被猪油蒙了心。只要你送虎子去医院，我李强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当牛做马？算了吧，你的钱太烫手，我这种发国难财的人接不住。万一我前脚送完，你后脚又去举报我非法营运，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是守法公民，时刻谨记政府教诲，知法犯法的事，我这辈子都不敢再干第2次。你这个畜生，你就为了那点钱要看着孩子死吗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的良心被你们一家子联手挖出来踩碎了。当初我爸妈去你家求情，让你撤回举报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他活该，想赚黑心钱就得交罚款。你们老两口老脸不要了吗？你让爸妈受的辱，我每一个字都记在账上了。心软，我的善心在那3万块罚单和父母受辱的泪水里早就磨成粉末，顺着那天的暴雨冲进下水道了。他不肯开门，虎子受重了，他见死不救啊！林远，做人不能太绝。各位，我听得见，我已经全程录像。第一，我不是急救车；第二，上次我冒险送王芳去医院，收了李强硬塞的500块油钱，结果被举报非法行运，罚了3万，扣了车。他胡说！现在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儿子快不行了！李强，你跪在我门口，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句，上次你是不是也这样跪着求我？是，上次也是我求你的。那后来怎么还举报了人家？我儿子要死了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现在追究这些是想逼死我们母子吗？我不会开门，
更不会让我的车、我的家人因为同一套戏被毁第二次。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我儿子出事，你们都脱不了干系。想知道怎么回事，自己看。行政处罚热定书：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，罚款3万元，扣留机动车。对，真罚了，车也扣了。不是我编故事，是白纸黑字盖着章。别看了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现在孩子要紧，这处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他确实收钱了。是，我收了。李强硬塞我的500块，成了你们举报我的证据。交通执法认定我非法营运，我认罚。可现在你们又让我开车送孩子去医院，谁替我担风险？我那是依法举报黑车，谁让你收钱的？2000块举报奖金呢，不拿白不拿。他自己傻，收了油钱还怪我。2000块，为了2000块，把人家罚了3万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他一个开奥迪的，3万块算什么？我家孩子现在要救命啊！林哥，罚款的事儿我知道错了，可虎子是无辜的呀。虎子无辜，我承认，可我也无辜。上跪着求我，我信了你。后来王芳举报我，你说什么了？你们别被他带偏了，过去的事不该再提，现在先救孩子，行不行？林远，过去的事咱就别提了，行不行？我承认上次是我不对，可现在孩子真不行了。对你来说是过去的事，对我来说是罚款3万，扣车，业主群被骂，我妈被气到住院3天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非要我给你磕头吗？非要我儿子死在你门口，你才满意吗？王芳，要不你先想办法打车吧，别在这儿耗了。你们刚才不还说他冷血吗？合着死的不是你们家孩子。林远，你别以为拿张破纸就能摘干净，虎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对不放过你。我去你公司闹，我让你这辈子抬不起头。芳芳，别说了，先送孩子。你闭嘴，没用的窝囊废。王芳，你刚才威胁我说要去我公司闹的话，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。我那是急的，我说2句气话怎么了？这段录像我会交派出所备案。上一次你拿500元油钱举报我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造谣反咬的机会。没有车，打不到车，你车就在楼下，凭什么不送？凭我没收钱，没答应载人，没义务再冒被你举报的风险。孩子不送医的责任不在我身上，是你们自己选择继续堵门、威胁、浪费时间。林远，你给我出来！今天你要是不开门，我跟你没完！芳芳，先去医院吧，孩子真的不行了。你懂什么？现在打不到车，救护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，他就在屋里，他凭什么不送？王芳，要不先联系别的车吧？你们少站着说话，不要头！他有车，可最近不找他找谁？林远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报复我！你等着，我儿子要是出事，我让你全小区都住不安生！芳芳，真不能拖了，我们下楼去门口拦车，哪怕走到小区外面也行。你抱着孩子走，吹坏了怎么办？他开车10分钟就到医院，为什么要我们折腾？你再闹下去，孩子真没了！你现在凶我，刚才你怎么不把门撞开？你是不是也怕林远？你记住，今天这笔账我一定算到你头上。我儿子要是烧伤，从求救到离开，整整1小时42分，这是你们亲手葬送的时间。小林这孩子这次确实做点有点太绝了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要是他肯动手，孩子能废吗？
圣母果然永远不会缺席。当刀没割在他们自己身上时，谁都能慈悲为怀，谁都能大言不惭地慷他人之口。哎，你说林远以后在咱小区还待得下去吗？这名声全臭了。谁知道呢？这种冷血的人皮厚得很。既然你们这么爱在道德高台上跳舞，那我就给你们上一堂深刻的人性课。王芳，各位邻居，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正义了吗？诸位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上个月的善心换来了3万罚单和全家被网暴。我若开了门，谁能保证王芳不录音录像再次举报我？你们谁愿意替我签那个承担后果的保证书？世界终于安静了。爸妈，这笔债我帮你们讨回来了。天哪，原来还有这么一出！这王芳心肠也太毒了，人家林远冒大雨送她生孩子，她转手就给举报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农夫与蛇吧？我以前还跟着王芳说林远闲话，现在想起来，我这脸都臊得慌。谁敢结交？饭要人命啊！林哥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救救虎子吧，他进 ICU 了。医生说1天就要1万多，我们家的存款全搭进去了。亲戚朋友听说举报的事儿，谁也不借钱。林哥，你借我点钱，哪怕只有几千块，看在邻居份上，我给你做牛马都行。哎呀，李强，你记性似乎不太好。1个月前，王芳拿着那2000块奖金在电梯里甩得哗哗响的时候，你想过我吗？林哥，我那时候是猪油蒙了心。那时候我没车见客户，我妈气得住院，我没钱缴费去求你们的时候，王芳是怎么说的？她说那是你活该，谁让你要收钱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这钱我1分都没有。林哥，林大恩人，我们错了。芳芳她就是个没见识的妇道人家，她真的知错了。求你看在虎子还么小的份上，求求你借我们5万块钱救命啊！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当初你们实名举报我的时候，可没看在我林远也是个活人的份上。我不欠你们的，欠你们的是因果报应。我的善良很贵，至于畜生，多施舍一个眼神都是浪费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就是这家公司的林远，他开豪车住豪宅，却心肠歹毒，眼睁睁看着孩子烧成傻子也不肯帮一把。他有钱买名牌衣服，没钱救邻居的孩子。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！有没有天理呀？林远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公司门口都炸锅了。我儿子才几岁啊，高烧抽的都没气儿了，我跪着求他。大姐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报沟，不能堵门，这会影响大家上班。最会找关系，我一个普通老百姓，要是不跪在这里，谁听我说话？他开奥迪，住好房子，罚款3万，眼睛都不眨。可我儿子一天治疗费1万多，他1分钱都不肯出。他以为换个地方哭，事情就会变成他说的那样。这也太狠了吧！孩子都残疾了，开奥迪的，借个车送医院，怎么了？越是这种时候，
越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就是他，就是林远，有车有钱不救命，他连门都开呀！家人们，现在我们在一家公司门口，一位母亲控诉员工拒绝救助。大家看啊，当事人也到了。看着不像假的啊，人家妈都跪这儿了。有钱人就是心狠，开个车送一下能死？大姐，这里是公司门口，不能堵通道。有什么事儿你们去旁边说。你们还想赶我走？你们公司包庇杀人凶手，大家快拍呀！他们要把我这个苦命人赶走，快去账户叫我在自媒体上新闻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他到现在还这么冷血，我都这样求他了，他还躲。林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要拒绝送儿童就医？孩子残疾，你有没有愧疚？听说你开豪车不缺钱，为什么连顺路送一趟都不肯？就是他，他有车不送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林远，你们公司门口的视频怎么回事？我们不能跟无良放商合作，给个解释。大家看，公司现在试图阻止拍摄，是不是心虚？要打人是不是？大家快拍！还要打人！我没有碰他。你们可以继续拍。那你愿意回应了？你为什么不救孩子？让同事不要冲突，门口监控不要关，报警记录保留，客户电话不要争辩。告诉他们，我会在所有镜头前公开回应，不是口水仗，是证据。你拿什么证据？证据能让我儿子站起来吗？证据不能让任何人站起来，但能让大家知道是谁一次又一次把事情推到现在。刚才你们问我为什么拒绝送儿童就医，这个问题我会回答，但在回答之前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所有镜头不要关。大家看看啊，他到现在还这么嚣张！我儿子躺在医院，他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你确定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？说啊，你就是见死不救！你明知道我儿子发高烧，你家有车，你就是不开门。这是1个月前官方给我的处罚日定书材料，罚款3万，扣车，原因是非法营运。他说放送她去医院，收了她丈夫李强500块钱，所以我是黑车。收了钱就是黑车，你活该被罚。对，我忍罚，但这个是你造谣后我妈被气到住院的缴费单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说的是我儿子，他不送医，孩子才变成这样的。好，那就说你儿子。那晚他们砸门要我送医，我拒绝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不想再承担非法营运这个罪名。林远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我全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见死不救。我上次就是先救人，结果是罚款3万，扣车，被骂成敲诈，我母亲气到住院，名誉被毁，这些后果谁替我承担？大家看看，这种人还能在这个公司上班，你们以后谁敢跟他们合作？刚才的内容我都看见了。老板，你得给我做主，你们员工害得我儿子残疾，不得不管。你说他害你儿子，有判决吗？有警方认定或医院证明吗？他不送医就是害人，他明明有车。林远，我已经报警，你不需要在门口吵架，只需保证材料真实，都是真的。公司不接受任何人造谣，若认为林远违法可以起诉，但散布杀人凶手指控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林远是优秀员工，后续法务部会全力支持他依法维权。我没闹事儿。王芳，你现在的行为已涉嫌扰乱单位秩序，我们依法带你回去调查处理。凭什么带我？我儿子都这样了，你们不抓他抓我，还有没有天理？你们都拍啊！他们欺负老百姓，林远害我儿子呢。虎子家属，账单打出来了，赶紧去缴费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不会幸灾乐祸，但也绝不会再替他们承担任何后果。3床家属，账户余额又不足了，后续长期的康复费你们得赶紧想办法。李强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林远那个王八蛋，害我被关了5天，你怎么不去找他算账？他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你还在这儿装哑巴？算账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那2000块举报奖金够填哪一张单子的窟窿？那就去借啊！冲我吼有什么用？林远那个杀人犯要是肯送虎子，能拖成这样？
虎子本来可以早点到医院的，还想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你少在这儿装好人！我去举报的时候你拦我了吗？2000块奖金你没花吗？李强，你有什么资格骂我？你默认举报，收下好处，你就是同伙儿。这里是病房，孩子还在输液。孩子别动！你干的好事儿！是你拉我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！保安，快叫保安！再闹就全部出去！这里不是你们家，你们凭什么赶我？我儿子躺在这里，我是他妈！你还知道你是他妈？你看看孩子现在什么样！他只会把所有后果往别人身上推，直到推不动为止。诽谤证据已经形成闭环，诉讼请求还是公开道歉，删除不实言论，赔偿5万，1分不少。这一步走出去，就不是邻里纠纷了。从他拿500块邮费去举报我的那天起，就不是了。那就让他明白，嘴巴是要负责的。我家虎子还在病床上，家里都没钱了，世道太冷了。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我儿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帮他说话？王芳是吧？法院传票，签收一下。李媛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家都这样了，你还告我？你想逼死我们是不是？你想逼死我们是不是？李媛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还真要告我，逼我赔5万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你家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儿子变成现在这样，原因你比我清楚。不要再把账算到我头上。那天晚上你要是开车送虎儿去医院，他能耽误吗？你见死不救还有没有良心？我送你去医院，换来3万罚款、扣车。我不送你儿子是不想第2次被举报。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种下的因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吧？5万我真赔不起，虎子还要康复，我要是再背这个赔偿，活不下去了。你把案子撤了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别跪，上次李强跪过，没用。你不要拿虎子当筹码，他是无辜的，但他的苦难不是我造成的，也不该由我来买单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是我让你为了奖金把恩人送去罚款，是我让你去公司拉横幅喊我杀人犯，你每一次都有选择，现在传票来了才想起可怜。可我真的没钱。那是法院判决之后你该面对的。我起诉你，只为把你泼过的脏水按法律程序还回来。林远，你非要把人逼上绝路是不是？这句话我也录下来了，觉得有理，开庭跟法官说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林律师，昨天的录音和视频我都发您了，公司那边我们上午见。先按时间线来，这是起点。王芳利用500元邮费举报你非法运营，导致你被罚款、扣车。群聊污蔑是一组，证明传播范围。公司门口横幅视频是一组，证明公开贬损。处罚政治书、扣车记录是一组，证明经济损失。他到公司闹已经影响经营了，公司可以出情况说明，证明造成了实际影响。这案子会不会被他说成我冷血不救孩子？我们的重点是，王芳长期持续捏造事实，公开贬损你的名誉。他可以卖惨，但卖惨不能抵消侵权。签字吧，诉讼请求里道歉、赔偿、消除影响都会写进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和王芳私下纠缠，一切等法院开庭。公司门口闹事的监控我们导出来了，包括他拉横幅、堵门、辱骂你，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画面，全在里面。处罚认定书、被扣车罚款凭证、业主群污蔑截图、虎子发病当晚通话记录。这次起诉的重点是王芳持续捏造事实，公开贬损你的名誉，并造成实际损害。他骂你杀人犯，没有证据却反复传播。证据链已经完整了。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一个女人计较什么？我不就是骂了你几句吗？你要是真把我告了，我就去法院门口跪着，我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有多狠！他还在威胁你，这反而能证明他没有停止伤害的意思。别怕，公司这边会配合。他不是喜欢闹吗？那就让他到法庭上闹。
状态不错，都在这儿，一份没少。进去以后少说话，按程序来。他今天不管哭也好，闹也好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让别人嫌乱。那今天就让程序说话。林远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把我逼成这样，你晚上睡得着吗？被告王芳，请注意场合，有任何意见，庭上陈述。你们看看，他现在还有律师，有钱有势，我一个女人，孩子还那样，他还要把我往死里逼。被告王芳，如果你继续在庭外散布与本案相关的不实言论，我们会记录下来，作为后续证据。原告林远是否到庭？到场。被告王芳是否到庭？到庭。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？没有。原告不同意事前调解，请求按程序审理。从他把500块邮费变成举报材料的那天起，我们之间就不再有什么情面。今天，他终于不能再躲在人群和眼泪后面了。核对双方身份，请开始陈述。被指控者王芳多次在业主群、医院、公司门口散布敲诈孕妇、见死不救等言论，导致林远名誉受损，其母气到住院。我们要求他公开道歉，赔偿损失。我不认，我举报黑车有什么错？他当时就是收了我们家500块钱，没有资质还收钱，我举报他，这是维护社会正义。我当时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虚得很，他收了钱，我心里害怕，怕以后别人也被他坑，所以才举报的。至于那些话，我就是一时着急，说重了点儿，可我儿子都那样了，我当妈的能不急吗？被指控者王芳，你确认你的意思是，你举报林远是出于维护社会正义，没有任何恶意？对，我就是看不惯违法的事儿。你也确认你在举报前并不知道举报成功后会有奖金？我不知道，就算有奖金，那也是规定给的，又不是我抢的。既然你说自己只是善意举报，为什么在材料里专门强调林远收取500元现金性质不明，并附上你丈夫转账前后的截图？他就是收钱了啊！现在谁手机里没有记录？我保留一下怎么了？那为什么你在群里说原告是看孕妇着急趁火打劫，却没有提到500元是对方硬塞的油钱？他收了就是收了，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？为什么你在医院里对邻居说原告一路上暗示加钱，不给钱就不走？我没有那么说。这是记录截图第17页，你原话是他那种人不见钱不动，命在他眼里都不如钱，你否认？被指控者王芳回答问题。我那是气话。公司门口横幅上的无良富商见死不救，害我儿终身残疾也是气话。我儿子确实是因为他不送才耽误的。可原告拒绝再次开车，是因为你前一次举报导致他被罚款扣车，并被你持续污蔑。这个因果你在公司门口有没有向围观者说明？要是心里没鬼，为什么怕举报？我只是说出事实。所以你认为，只要你一开始披着举报黑车的外壳，后面无论怎么扩大、怎么加工、怎么给原告扣帽子，都不需要承担责任？我本来就没错，作为一个反误，在公司群里怎么能这样说他？那也是因为他害了我家。原告方，围绕被指控者是否存在主观恶意，还有没有证据提交？有。原告方申请提交一份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录音证据。主持者，我方申请播放一段录音，来自小区棋牌室，时间在王芳出院后不久。什么录音？你们又想诬陷我？那是邻居闲聊，开玩笑的，不能拿这个害我。被指控者王芳，请保持安静，证据是否采纳由现场审查。那傻小子好骗得很，那天那么大雨，我肚子疼，他还真敢送我去医院。我让李强塞给他500块，说是油钱，他要是不收，我还不好办。他收钱了，有记录。我再说他拉人还要钱，这不就成黑车了吗？罚他几万，车也得扣，我还能拿奖励2000块呢。假的，这是剪辑的，他们害我，都害我。被指控者王芳再扰乱秩序，将依法处理。小区里这种爱出风头的人，就得让他吃点亏，一鱼两吃，这叫本事。他不是误会，从500块塞到我手里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把刀藏好了。这份录音证明，被指控者举报前的主观目的并非维护正义。主持者，这是王芳在群里发布的截图和闹事的视频，他多次使用敲诈孕妇、见死不救等字语，结合录音，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是恶意构陷，而非误解。我没有，我那是随口说的，棋牌室里吹牛的话也能当真吗？事后你不但没有澄清，反而在公共场合持续散布带有明显侮辱、贬损性质的言论，损害了林远的社会评价。主持者，我孩子还在医院，我家已经被拖垮了，我就是太着急了。林远，你非要把我逼死吗？我孩子都那样了，你还要钱？你讨说法的方式，就是把救过你的人塑造成罪人。被指控者请注意现场秩序，你家庭遭遇困难，与本案伤害事实不能混为一谈。
准则保护弱者，但不保护以弱者身份实施恶意侵害的人。本处认为，被指控者王芳的行为已构成侵权，现裁定如下：王芳需公开赔礼道歉，消除影响，恢复林远名誉，并赔偿林远各项损失，共计5万元。我没钱，没钱！我都说了我没钱，你们还想逼死我吗？我儿子还躺着，我家都这样了，林远他一个大男人，非要跟我计较这5万块。判决已经作出，是否具备履行能力，不影响判决效力。拒不履行的，依法进入执行程序。王芳，裁决的是你侵害名誉权，不是让你跟谁讨价还价。你有没有钱是执行阶段的事，不是你逃避责任的理由。林远，你满意了？我家被你害成这样，你还要逼我出钱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该你还的不是我逼出来，是判决写出来的。林远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？我现在真没钱，孩子还要花钱，你就不能缓缓？5万块对你算什么？对我就是命。不用回应，执行结果出来了，机构已查封他名下2手车，账户少量存款已冻结划救。林远，你把我最后一点钱都弄走了，车也封了，你是不是满意了？王芳，注意你的言辞。你真狠！我只是按规则来。哪怕赔偿还欠一截，但走出法院那刻起，我要的就已不是钱，我要的是这份判决。它写着王芳是恶意构陷，钱没到齐，但公道已经盖了章。水被搅浑了这么久，现在该沉底了。文件都发出来了，林远这是真被冤枉了。王芳太缺德了，拿救他的人做局。林先生，之前不了解情况，跟着瞎说，对不起。以后这种事还得看证据。你们有没有良心？我儿子都那样了，你们还帮着他说话，他有钱，法院也不一定全对。你别装了，文件上写着你恶意诽谤，人家救你，你举报，谁还敢跟你沾边？大家以后注意，碰见王芳绕着走，别被他反咬一口。你们都会遭报应已经在文件上了。喂，小远，怎么了？妈，群里消息发了，大家都看见了。看见就好，看见就好。已经定了，我接受结果。哟，这不是那位为了2000块举报奖金坑救命恩人的人吗？还敢贴出来，脸皮真厚。你们以前不也骂林远了吗？现在装什么好人？我们是被你骗了，谁像你啊，反手害人！王芳，不是我们不帮，你这个人，我们真不敢沾。林远，你满意了？这是法院判的。要不是没有告，我会变成这样。邻居不理我，李强也不管我，虎子还躺在医院里，全都是因为你。王芳，到今天你还觉得是我的错？不是你是谁？你明明有车，你明明能救虎子儿，你现在赢了，大家都怪你，你高兴了吧？我以为判决会让他低头，却没注意到，他眼里的绝望正在变成更危险的怨毒。林远，你满意了？判决是执行处下的，执行是办事处办的，房子卖不出去，也不是我拦的。不是你，要不是你把那些东西发出去，要不是你起诉我，我会变成今天这样。那些东西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？我赔不起，我儿子还躺着，李强也不管了，现在房也卖不掉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那是你该想的问题。林远，你有钱有车有工作，有人帮你说话，可我什么都没了。既然我过不好，你凭什么过得安生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儿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文件写得清楚，恶意诽谤，别再拿孩子挡枪了。我不跟你们这些冷血人处了，我马上回老家。李强，你躲什么躲？虎子不是你儿子吗？女士，请您小声一点，这里是医院。我儿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跟我讲声音大不大？你们医院就知道要钱！你死哪儿去了？医院让交钱，虎子今天还抽了一回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钱。没钱你去借呀，你去求啊，你去找林远再去求他。
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去了。上次我跪在他门口，你站在旁边怎么骂他的？你去他公司闹，去法院还不认错。现在你让我再去跪，你把我当什么？胡子是你儿子。是，可把这个家弄成这样的是你。我扛不动了，房贷、赔偿、欠费，胡子还要照顾一辈子，我扛不动了。你要跑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林远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家的事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要不是你，李强会跑；要不是你告我，我房会卖不了；要不是你见死不救，胡子会变成这样。王芳，裁决文书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你自己做过什么，你比谁都明白。你有钱，有车，有公司，有代理人，我们呢？我们一家被你逼成这样，你还说跟你没关系？你恨所有人，可你唯独不恨自己当初为了2000块把救过你的人推进坑里。王芳输了，业主群里骂我的人开始排队道歉，可看着他的眼神，我知道事情没完。算了，事情到这一步也该过去了，以后离他远点就是。我知道，法律洗净了我的名誉，却不一定能把走投无路的人按回规则里。现在，监控不再是维权工具，是我的底线。好人这2个字，在那种人眼里，不是称赞，是漏洞。暗处的警戒才刚刚开始，判决没把他压服，看着只把他逼到了暗处。小林，又是那女人吧？这几天老在地库转，说你把她逼得家破人亡。她还有脸说自己干过什么？大家又不是不知道。昨晚我看见她蹲在你车位旁念叨，怪吓人的。欢迎光临。他不吵了，开始等，开始跟，这比撒泼更危险。当一个人再也煽动不了别人，他能做的就只剩下自己动手。老板，这车以前是不是拉过什么东西？有一股味儿。不是味儿，是记忆。哥，你要装哪一种行车记录仪？能装的都装，前后双录、车内摄像、盲区监控、碰撞唤醒、红外夜视、云端备份。一般家用车不用这么夸张吧？我不是一般情况。至少以后再有人靠近，我不会一无所知。以前只觉得位置偏，没人抢，现在才发现，这根本不像一个安全的车位。如果有人握着东西从这里冲出来，到我车门边不过3、4步。一个成年人被一个塑料袋吓得像惊鸿之鸟，但只有我知道，王芳把好心2个字撕开，让我看见里面能藏刀。如果他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了，他不敢在有监控的电梯口动手，他要等，就只能等在我最松懈、最黑、最靠近车门的位置。林远，太晚了就别硬撑，马上收尾。你最近自己注意点。嗯。
王芳选的时间最可能就是我一个人，车门刚关，发动机刚响的时候。王芳当初能把500块油钱变成我的罪证，我就绝不会再让任何动作落在没有记录的地方。出来，我看见你了，别藏了，你站的位置，摄像头拍得很清楚。林远，你还敢躲在车里？你把我害成这样，你还敢锁门？判我赔钱，判我道歉，你满意了？5万块。我哪里拿得出李强那个窝囊废也跑了，房也卖不掉。要不是你告我，虎子会没人管吗？他现在天天躺着，连妈都喊不清楚，凭什么全是我的错？他以为等到了落单的我，可他不知道，从他出现那一秒，埋伏的画面、声音、时间全被记录下来了。李远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告我，我能赔钱吗？要不是你不撤诉，房能卖不出去吗？你锁门干什么？你怕我？下来！你给我下！110，来！我在地下车库，有人持剔骨刀威胁我，对方是王芳。你现在是否安全？车门锁好了吗？车门已全部落锁，车辆未踢火，行车记录仪录像中。对方离我约2米，情绪激动。报警！你还敢报警？你害我家破人亡，现在还装受害者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是你逼我的！你有钱请律师，你们都欺负我一个女人！王芳，刀放下，等警方来。等警方来，让他们再把我抓进去，让我儿子再被人戳脊梁骨。林先生，不要下车，不要发生冲突，保持通话，警力已在路上。明白。你还装？你录像，你报警，你就等着我出事是不是？先生，请不要下车，不要与对方冲突，保持通话，警力已派出。剔骨刀，刀刃约20厘米，他正在攻击车辆，并且威胁要伤害我。报警？你还敢报警？就是你害我家破人亡，你赔我儿子，赔我家。林远，你不是挺能告吗？你不是有代理人吗？你下来呀！他正在尝试破坏车窗，位置在地库我的车位旁，行车记录仪和车载摄像都在录。好的，先生，民警已在路上，您不要刺激他。上次我心软，被他用500块油费定死，这一次他砸得越狠，留下的证据就越多。你录，你就知道录！你这个杀人犯，我要让你也尝尝我儿子的苦！王芳，我提醒你，现在通话正在录音，车上也在录像，持刀砸车试图伤人，已经不是吵架了。林远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你不得好死！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谁过来我捅谁！最后警告，放下刀！你下来！你下来啊！我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！林远，你这个杀人犯！我儿子变成那样都是你害的！你不得好死！全过程都录下来了，行车记录、倒车影像、车内监控，还有刚才的通话都能提供。你先不要离开，等会儿配合做笔录。没问题。我没有要杀他，我就是吓吓他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把我逼成这样的。王芳，刀是你带的，人是你埋伏的，车是你砍的，报警电话里也有你的声音。林远，你别得意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还是先想想，活着的时候怎么过。你当时有没有下车？没有，我锁了车门，第一时间报警。林远，都是你害的！我儿子变成那样，你还逼我赔钱，我只是想讨个公道。被告人王芳，注意纪律。请注意，当事人事先携带利刃，在车位附近藏匿，并非临时冲突。姓林的，你去死！
不是的，我没想杀他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他。他把我们家逼成那样，我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会提前带刀等在地库，会报警后持续攻击，会反复喊出让林远去死。被指控者王芳，你不服民事裁决，可以按程序提出异议，而不是携带利刃实施报复。我孩子还小，我不能进去。林远，你说话呀！你不是最爱做好人吗？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救过你，也给过你机会，可你每一次都觉得，只要哭得够惨，别人就该替你的选择买单。这次我不求重判，也不求轻判，准则怎么定，你就怎么受着。王芳因持利刃实施报复行为，情节恶劣，裁定有期徒刑6年。不可能，6年！我不服！林远，你终于满意了吧？结束了。王芳最终被判6年。那个为了2000块奖金把我的善意踩进泥里的女人，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牢里，迟来的清醒。王芳进去了，虎子送福利院了。填不满砸出的坑，父母拿他当刀当借口，最后谁都没为他站住。王芳赔我的那5万一直躺在账户里，我又补了一部分，凑了10万。先生，请问捐赠人写谁？写虎子。这不是赎罪，也不是尽责，只是最后一次和那个孩子划清关系，把大人的恶从他身上拨开。命好不好，不只看遇见谁，还要看身边的人会不会亲手把路堵死。车况很好，确定要卖？这车挺有面子的，做生意开出去不掉价。不需要了。不是原谅谁，也不是否定最初的善意，我只是终于承认，有些痕迹不该一直留在身边。您这套配置够专业的，平时用不上这么多吧？希望永远用不上。刚搬来，住哪一户？楼上。小林，事情都过去了。过去的是事情，不是教训。1年后，我车里的记录仪常年开着，支架旁固定着录音设备，毕竟有些亏，吃一次就够了。喂，大哥，能不能送我一段？我真的有急事，手机快没电了，求求你了，我可以给钱。停。第一，我车上全程录音录像；第二，我不收你1分钱；第三，你现在当着录音说明白，你知道是免费达成，不会事后反咬，不能接受就去找别的车。我知道全程录像是大哥免费帮我，我绝不会讹他，是我自己求他帮忙的。上车。大哥，你刚才那么认真，是不是以前被人坑过？那你还愿意停车啊？不愿意什么都不做，但也不会再毫无防备的做。大哥，放我下就行。真的谢谢你，我不会忘的。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就行。大哥，你是好人。以前听见这2个字只觉得刺耳，可这一刻我心里只有久违的平静。